经历了人情冷暖，才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爱，也没有人会同情弱者，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会感受到所谓的关怀与温情。哪怕是阿谀奉承也好，哪怕是虚情假意也罢，还不如抽点时间看看安娜的野外生活，享受一下这个女人的无所不能。随便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撒上了希望的种子，历经几个月的生长，终于被回馈了沉甸甸的收获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带着出产的物资来到了集市，干起了薄利多销的买卖，还能小富一把，大买特买的买回了各种物资，扩充了自己的宠物大军。黎明前的山涧静悄悄，晨鸣的公鸡用激昂的叫声报晓着新一天的到来。随着公鸡的晨鸣，花朵也卯足了劲绽放着自己的花瓣。安娜也起了个大早，在屋外梳妆打扮着。为了早点赶到集市，安娜忙碌了起来。由于昨晚把东西全准备好了，所以只需把鸡蛋放置好，给鸡蛋盖上一层叶子，防止赶路的时候鸡蛋破损掉。收拾好东西，安娜抬头看了看天气情况，坐在门口穿好了鞋子，关好了木屋的大门后，才背起箩筐出发了。沉重的背篓虽然很重，但承载着安娜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有了希望，也就有了前进的方向。负重前行的身影，匆匆赶路的步伐，映射出了无数打工人的日常写照。的确，生活实属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清晨的大山中，到处是云雾缭绕，呼吸着富含泥土气息的空气。穿行在蜿蜒的小路上，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啊！雾雨朦胧山林间，山路蜿蜒入云天，用在此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蜿蜒曲折的山路上，只有一个略显柔弱的身影在赶路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总算是来到了小镇上。虽然没有富丽堂皇的建筑群，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场景，还是令人心旷神怡。两侧的摊位摆满了各种时令蔬菜，锁在框子里的巴结和呆萌的小黄鸭，也在列队欢迎着安娜的到来。琳琅满目的商品能把人眼睛挑出花。安娜找了片空地，卸下了背篓，简单的铺上一层塑料袋，就开始了自己的摆摊之旅。虽然刚摆上不久，摊位前已然围满询价的热心肠大妈。旁边的老奶奶虽然已是80岁高龄，却还要为了生计来摆摊。人群熙攘的小街似乎并没有受到洋洋的波及，每个人都在忙于采购生活用品。安娜把芋头从背篓中取了出来，整齐地码在摊位上，等待着今天的第一单生意上门。当然，有客上门时必要的讨价还价，也是一个技巧活。到底是原生态的东西，没有了海克斯科技来干扰，就连人的购买欲望都上来了。摊位前的顾客正和安娜讨价还价的决定购买量，安娜也不厌其烦地做出解答。不过黑衣大妈，你好意思吗？挑个芋头，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在鸡蛋里挑石头，时不时和旁边的主顾去交流，当真是想要在芋头里面挑出花。戴头盔的大姐素质也不高，用指甲把芋头皮掐破查验后，居然又把芋头扔了回去。还好大妈还算是个识货的主，爽快的准备掏银子走人。几经周折，头盔姐也挑好了自己的货品。安娜熟练的绑带过程，打发走了一批又一批的顾客。安娜的小钱袋已经变得鼓了起来，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。不多时，又有顾客上门了。经过一番舌尖较量，顾客还是拿不定主意来购买。此时的菩萨突然降临，黑衣大姐居然跑来神助攻，指明了鸡蛋的来源，顿时就勾起了围观者的兴趣。鸡蛋顿时遭到哄抢，转眼间就把鸡蛋全卖光了，找零钱成了令人头疼的问题。经过一番协商，安娜只能自己吃亏，换给了买主大票子，始终笑脸相迎，是一个服务人员的最基本美德。安娜做到了，微笑着送走了助攻大妈。又来了生意，为了尽快回去，安娜21天做5，直接把剩余的芋头给打包出售了，剩下一堆生姜有点不好卖啊。半天无人问津，几个小时的售卖都没有顾上吃一口。时间慢慢流逝，经过几个小时的售卖，才把生姜给卖了一大部分出去。本想着剩余的还得卖个小半天，不曾想半路杀出个大叔，看着剩下的生姜直接豪气的全部盘下。安娜也成功卖完了今天的货物，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开，
又来了个摆摊的。由于自己没有铺在地面的装备，只能讨要安娜的装备。还好安娜比较大方，有了富足的银两当后盾，安娜不禁底气十足，在市场中逛了起来。看到笼子里可怜巴巴的小猫咪，安娜停下了脚步，询问起了价格。小猫也似乎知道自己碰见了对的人，正鼓足干劲卖力地叫喊着，奶凶奶凶的叫声让人十分爱怜。付完银子，安娜来到了杂货摊前，看着崭新的锄头头，决定买一个回去，挑选好物品。付完货款，让老板帮忙把东西放入了背篓，一路逛着来到卖衣服的摊位，仔细挑选了一番，选了一件漂亮的红色衣服，上下一比划，这红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是美美哒。对于刚刚小赚一笔的安娜来说，老板给我机会讲价我都不需要，直接付款走人。跑了一天低米未进，闻着香味来到了美食摊位前，又买了一些好吃的，马不停蹄又跑到了卖花的地方，买了2小盆花，才带着收获踏上了返程。虽然来的时候背篓沉甸甸，回去的时候却还是满当当，还好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换回来了生活用品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，终于返回了竹屋。小院一切如常，只有几个小家伙在等待着主人们回来。带着狗子们回到了木屋，卸下了背篓，总算可以休息一会了。从背篓中拿出食物，把狗子们喂食了一下。阿黄好像对甜饼不感兴趣，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。几个小家伙倒是吃了个光净。看着狗子们的期待的目光，安娜只能给狗子们再次喂食。头喂完狗子，安娜查看了小猫咪的状况，才收拾起了购买的东西。看着袋子中的衣服，安娜迫不及待地上身试了起来。你别说，红色的衣服搭配里面草绿的内衬，确实挺好看。忙碌完，才把小猫咪给放了出来，顺道喂食了饿了一天的小猫咪。把刚买的衣服洗干净晾晒好，又开始忙了起来。毕竟还有一院子的嘴在等着喂食。喂食完家禽，安娜看着买回来的花，顿时有了计划。扛着锄头来到竹屋，前几天烧掉的叶子已然变成了草木灰，混合在泥土里，刚好是最佳种植点。拿着锄头挖好坑，再把购买的花种进去，保证花能健康生长。处理完一切，安娜才前往了厨房，准备起了食物。我不知道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，但我知道什么是我不想要的。愿你不会被时光磨平棱角，倔强不会受了你的身材。人间富贵花间露，纸上功名水上欧。我们不必为失去的荣华富贵而悲伤，因为那些只是生活中的清风艳影。改掉莫须有的悲伤，一份恬淡闲适的生活，和一颗淡泊名利的心便唾手可得，更别说一份简单的快乐。而全能的安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一个久居幽谷的女人，偶然在云海之巅发现了整片宝藏山脉，于是带着采摘的山货，再次开启了赶集之旅。独辟蹊径的销售手段，让她在众多摆摊者中脱颖而出，卖货的速度，就连摆摊几十载的老阿姨都望尘莫及。时光如梭，转眼间已然进入了12月中旬，岁月神偷也成功的偷走了青春。阿黄也从小不点变成了壮硕的小年轻，殚精竭虑地守护着安娜。人生就是如此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因为有了当初的你把我养大，才有了现在的我护你一生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一天里最棒的事情就是能呼吸着山林里的新鲜空气，看着河里的美女嬉水的画面，让狗哥们流连忘返，欲罢不能。一大早，安娜就来到了竹屋，忙了起来，在平台上处理起了新挖的芋头。为了使芋头得到充分的晾晒，安娜把长在了一起的芋头掰开，平摊在平台上进行晾晒。处理完芋头，安娜点燃了竹屋的火炉，才返回了木屋，收起了晾晒了一晚的衣服，在屋内取回来背篓，准备去附近的大山去看看。虽然已进入了冬季，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山林的富饶程度，各种资源才是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。安娜背着背篓一路前行。历经几个小时的赶路，终于是来到了云海之巅。登高望远，果真是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啊！古话说得好，百里不成风，千里不同俗。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都截然不同。地处大山的地理环境，孕育了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。而在此种经济形态下，
演变出了独特的经济交流方式，那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赶集。为了能给接下来的赶集准备足够的货品，安娜跑了几十里地才来到此处。抬头望山，目之所及皆是她的江山。安娜开始忙了起来，毕竟此行的目的是收取各种山货来进行售卖获利。风景虽好，正是要紧。绞股蓝别名叫七叶胆、小苦药、遍地生根等，其主要功效有益气健脾、化痰止咳、养心安神的作用。严格点来说，就是一种药材，但也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药膳食的食用。而今天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它。来到山坡前，映入眼帘的只有一片绿色的海洋。经过大半天的忙碌，收获了大量的绞股蓝。当然，野生的蕨菜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既然碰见了，必须多收集一些，拿着这玩意去换银子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偌大个山坡，除了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外，还有一个四处忙碌的身影。经过大半天的采摘，背箩已经变得满满当当。安娜并没有停下来，继续朝着山顶方向前行而去。为了保证自己能采集到更多的山货，安娜找了一处空地，把背篓中收集的山货取了出来，腾空了背篓，把山货暂时寄存在了半山腰，放置好东西。安娜又朝着山上走去。海拔的高度决定了物种的生长的不同，处于高海拔的野生香蕉树成了安娜选定的收割对象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树上的香蕉花是一种非常好吃的食材，不仅可以拿来自己吃，还能拿去卖银子补贴家用。由于要采摘的香蕉花生长在较高的树顶部，所以必须制作一把趁手的工具，才能开始收割。取来了一根竹子，把专用香蕉刀捆绑在竹子的前端，制作好工具。安娜来到林子中，开始了香蕉花的收集。虽然香蕉花长在高空不好采摘，还好安娜准备好了趁手的工具，稍一瞄准就能毫不费力的就割下花朵。一小会的功夫就收集了一大堆。但是很显然，安娜想要获取更多，转身进入林子里，又开始了忙碌。历经大半天的忙活，才收集到了足够的香蕉花。费了一番功夫，把分散于林子里的香蕉花聚拢到一处。为了方便自己装进箩筐，安娜先把香蕉花扔出了林子，然后才出来收拾。看着满满的收获，安娜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。收拾好东西，安娜背好箩筐，前往了半山腰。此前放置的东西还完好无损地躺在原地。由于箩筐里装了小半筐的香蕉花，导致采摘的其他东西无法放置。于是安娜使用藤条对箩筐进行固定。分量不轻的收获，还是需要想点办法才能背起来。收拾好一切，安娜背着背箩踏上了返程。赶了大半天的路才回到了木屋，并未在木屋做停留，背着箩筐来到的竹屋，取出了采摘的山货，在平台上处理了起来。由于香蕉花的叶子并不能食用，内里包裹的雄蕊和中间部分才能食用，必须处理出来，才能让购买的人一目了然地看到物品的好坏。处理好香蕉花，再把其他的山货处理好，剪除掉没用的叶子。今天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，就等着明天前往集市进行售卖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以为替你买药的那个人最爱你，其实那个逼你吃药的才是最爱你的人。此刻的您，身边是否还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着你？其实，我们的幸福并没有走远，它只是隐藏在我们的生活里，等待我们去寻找和发现。而年纪轻轻的安娜早已习得精髓，当别人还在荒野为食物奔波之时，她却凭借专业的辨别知识，在大山中寻觅到了各种山货，还带着采摘的山货来到了集市上，开启了售卖山货的奇妙之旅。
由于是第2次赶集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安娜并没有和上一次一样选择披星戴月的去赶路，而是等到早晨气温回暖之时，才在屋外整理一下仪表仪容。为了防止自己走后狗子在屋内搞破坏，安娜把狗子叫了出来，才关好了木门，准备出发前往集市。山林中渐冷的气温还是促使安娜穿起了厚厚的衣服，跨过了木桥，来到竹屋，把东西检查了一番，放置好留给自己吃的香蕉花，准备起了出发前的工作。由于背篓比较沉重，安娜只能把箩筐搬到栏杆上，借着栏杆才把背篓背上了肩膀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开始出发。由于早晨的阳光不是很猛烈，远处的山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晨雾也渐渐的淡去，四周也变得清晰了起来。开阔的山谷底部点缀着几处零星的建筑物，证明着此处先有人迹。宁静的山路上，只有一个疾步前行的身影和时不时传来的鸟鸣声，在回应着这一方山林。蜿蜒的山路上，还能看到暴雨曾经落下的印记。多亏不是雨季，要不然这未经硬化的路面还是很令人担心的。历经大半天的赶路，终于来到了小镇上。不太好的天气状况导致路上行人都变得少了起来。由于上次的赶集是1月1次的大集，而今天只是来到小镇的菜市场进行山货的售卖，要比人流量的话，肯定大集好卖货物一点。不过由于提前计划好了售卖的物品，所以问题不大。安娜找了处空地，铺好塑料袋，把山货摆了出来，开始了今天的售卖之旅。不多时就有雇主上门了。很显然，越是年长的老奶奶越是不好打交道，得小心应付1、2才行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、仔细挑选过后，老奶奶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由于是刚采摘的山货，新鲜度那是相当好，所以根本不愁卖不掉，时不时就有顾客来光顾。子怡大妈也是个实在人，听说山货是从山里刚采摘的，顿时来了兴趣，左挑右拣买了一大包才肯罢手。果真是好货不愁卖。一个人还没走，另一个人就加入了抢购。看把安娜忙的，只顾得上和蓝衣大妈去搭话，却忽略了背后的黄衣大妈。黑衣大姐也是个热心肠，直接给了安娜一掌，提醒安娜不要区别对待嘛，搞得安娜是手忙脚乱的。还好货比3家，黑衣大姐一直很认真地帮助推销，在大姐的神助攻下，货物瞬间卖了一大半。由于安娜选择薄利多销，香蕉花直接被蓝衣大妈全部盘下。买光香蕉花的大妈还顺手买了点蕨菜和绞股蓝，眨眼的功夫，摊位上就剩下2小捆没卖出去。为了能早日回去，安娜开启了售卖模式，瞧一瞧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最后2把新鲜货便宜出售了，俨然变成了一个久经沙场的卖货老手。随着安娜卖力的售卖下，终于是有人把剩余的货品给买了下来。卖货的效率让隔壁摆摊的大姐都羡慕不已。收拾好东西，安娜背起了背篓，踏上了返程。大赚特赚的收入背后，对应的是一颗购买的心，一不小心就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拦住了去路。驻足于摊位前挑选起了商品，经过一番挑选，终于是选了一个红色的小钱袋。付钱的过程有点炫富的味道，令大叔眼冒蓝光。多亏周围人多，付完货款，安娜还不忘在摊位前把银子点了一番，搞得摊主是十分尴尬。有银子了可不能吃独食，必须给家里的毛孩子们带一点好吃的。跑到鱼货摊买了好吃的咸鱼，才在市场里逛了起来。虽然久居山林里吃不到水果，但好不容易来一次集市，必须买一点水果回去。买了一些青皮橘子，有了新的钱袋，付款时果真是方便了许多。付完款，闻着香味，又来到美食摊位前。饥肠辘辘的肚子促使安娜停了下来，自掏腰包买了2根自助加热的烤肠来当做午饭。吃着烤肠踏上了返程，结果一不小心又被可爱的小鸭子拦住了去路。爱心泛滥的安娜又豪气了一把，买了一堆小鸭子，才抱起装好鸭子的纸箱子踏上了返程。几个小时的赶路，总算是回到了竹屋。进入禅定模式的阿黄并没有起身欢迎安娜。安娜来到竹屋，把买来的好吃的分给狗子。原本不太争抢吃的阿黄，这次居然改变了自己的秉性，吃起了独食。安娜连忙制止了事态的恶化，给二狗子重新来了一块，又忙着喂起了小猫。囫囵吞枣的阿黄似乎并没有尝到味道，盯着小猫在伺机而动。为了安抚这个馋鬼，安娜又单独喂食了一番。喂食完狗子，安娜才看起了小鸭子的情况，把小家伙仔细检查了一番，才来到了旧的禽舍，打算把这些小家伙安顿在此处，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都送入了禽舍。给饮水槽里倒上了水，跑到禽舍前逗弄起了小鸭子，当真是看见可爱的玩意就变成了傻白甜。
喂食完小鸭子，安娜才回到木屋，坐在门口享受起了闲暇时光，悠哉地喂着小猫吃着刚买的水果，别提多惬意。当然，今天的收入可得仔细数一数，计划好每一笔开销，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多姿多彩。四处觅食的家禽早已饿得是饥饿烧肠，围在鱼池旁想要来上一口。放下了箩筐，安娜来到禽舍前，随着一声召唤，饿了一天的家禽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，争相抢食的场景好不热闹。喂食完家禽，天也黑了下来，安娜换上了睡衣，准备起了今天的晚餐。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东西有两种，一种是穷人，另一种是抱怨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鸡和蛋的关系。贫穷孕育了抱怨，抱怨又腐化了贫穷。希望他们不会出现在您的身上。